在荣国府里还有一道更重要的出入之门，便是二门。二门的把守比正门和后门要严得多，因为二门内居住的是主子以及他们身边的丫鬟。作品第3回描写林黛玉出进荣国府的过程时，已提到了二门，只是没用这个词，却不进正门，只进了西边角门。那轿夫抬进去，走了一射之地，将转弯时，便歇下退出去了。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，赶上前来，另换了3、4个衣帽周全、17、18岁的小厮上来，复抬起轿子。众婆子不下，唯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。众小厮退出，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，扶黛玉下轿。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，两边是抄手游廊，当中是穿堂，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。上文中的垂花门指的就是二门，它是内宅与外宅的分界线。从进了荣国府到走进二门，其间有相当的距离。外宅范围内是下人的活动区间，许多管理机构也设置在这里。此区域内并不是谁都可以任意走动，那些轿夫走了一射之地，将转弯时就得歇下退出去，另换衣帽周全17、18岁的小厮，而他们将轿子抬到垂花门后也得退出，由婆子陪黛玉进门。这既是一种礼仪，同时也是保护二门内安全的措施。二门把主子居住的内宅与外界隔绝开来，府外人哪怕是至亲好友，也只能走到二门口停下，请当值者通报，得到允许后才能入内。第6回里贾蓉求见王熙凤，第16回里贾蓉与贾强求见贾琏，都是先经由二门上的小厮通报，得到批准后方能入内。贾琏夫妇掌管家务，众管家经常要向他们请示汇报，但即使是大管家如林之孝家的，他也须得至二门上传进话去。各种事务头绪繁多，特别是贾琏夫妇处理的疲乏了，便传与二门上，一应不许传报，俱等明日料理。至于管家之下的奴仆，除了在二门内服役的婆子媳妇，其他人一律不得进入二门。明烟是宝玉的亲信，在第16回里可看到，他要找宝玉，也只能在二门照壁前探头缩脑。第26回里又可看到明烟在二门前等着，他要见到宝玉，都得靠人通报。到了夜晚，二门当值者不再向内通报，若遇上紧急情况，则是叩响云板，这是悬于木架上两端的云头状的扁形铁板，敲击它可传递信息。第13回里写秦可卿死讯的传递，便是只听二门上传是云板连扣4下，将凤姐惊醒。荣国府原先只有一个二门，大观园建造后，它的正门里也有个二门，它的功能与先有的二门相似。第28回，明烟未向宝玉禀报冯子英请客事，先是跑到原先的二门找了个婆子请求通报，那婆子很惊讶，宝二爷如今在园子里住着，跟他的人都在园子里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儿。明烟发现自己糊涂了，便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，这便是大观园的二门。作品中写到与大观园相关的二门时，一般都是指这扇门。第39回里写道，二门上的小厮向宝玉报告，老太太房里的姑娘们站在二门口找二爷呢，贾母住在二门内，她的丫鬟怎么会在二门口请求通报？原来上文中的二门是指大观园的二门，即使是贾母的丫鬟，到了这里也需要请求通报。二门是整个荣国府的要害所在，它在贾琏夫妇的直接管理之下。第65回，星儿曾告诉尤二姐，我是二门上该班的人，我们共是2班，一班4个，共是8个。这8个人有几个是奶奶的心腹，有几个是爷的心腹。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，爷的心腹奶奶的就敢惹。旺儿是王熙凤的心腹，第67回里，他面对王熙凤查问贾琏偷取尤二姐事时说，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，如何能知道二爷外头的事呢？这回答印证了星儿他们在二门当值的说法，而听差事一语，说明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看守二门，同时还要听候二门内人的使唤，在大观园二门当值的人也同样如此。在第40回里，为了准备园内的家宴，需要从对锦阁里搬些糕几，
理完就令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来。第42回李鸳鸯给刘姥姥送行时，也是吩咐二门上叫2个小厮来，帮着姥姥拿了东西送出去。甚至王熙凤要惩罚下人，也是让二门当值者动手。第44回里，她喝命平儿叫2个二门上的小厮来，拿绳子鞭子把那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。当二门内没有使唤时，那些当值者其实也叫空闲。第28回李明烟在二门外等候宝玉时，就看到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呢。在第39回里，又可看到在二门口当班的小厮们经常编造理由请假，他们不敢找王熙凤或贾琏，就去纠缠好说话的平儿。平儿为此事弄得很头疼，你们倒好，都商议定了，一天一个告假，又不回奶奶，只和我胡缠。外人不得随意进入二门，而二门内的丫鬟也不得随意出门，这时可以成为中介的看门者的地位就显得重要了。王熙凤在第74回里提到二门内的丫鬟借着因由同二门上小厮们打牙犯嘴，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出好关系，需要时就可图得便利。利用内外诸人希望通过二门交往沟通的需求，那些当值者就可借助自己的职权赚取好处。荣国府各扇门的情况都大抵如此。第61回里那个看门的小厮概括得很清楚，门内外许多人都有这需求，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有的小厮提出的条件并不高，第61回里看门的小厮只是要求柳家的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，如果不答应，造成的麻烦却会不小，日后半夜3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各扇门的开关与把手涉及安全大事，荣国府对此不可谓不上心，特别是老太妃死后，贾母、王夫人等人离府随朝祭祀时，作者在第59回里特地写道，赖大下令将2处厅院都关了，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边小角门。日落时便命关了仪门，不放人出入，大观园前后东西角门一皆关锁，只有通向王夫人与薛姨妈住处的2扇门因在内院没有关锁，可是通往薛姨妈住处的角门却被宝钗锁上，而且钥匙要了自己拿着。他在第62回里向宝玉解释道，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，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。有宝钗这番话可以知道，尽管门都关上了，与外界隔绝，但府内却是事端不断，宝钗的锁门只是保证薛姨妈一系人不涉及在内而已。作者没具体介绍那七事八事的内容，但正如贾母在第73回里的概括，这些事十有八九是由耍钱吃酒而生发，这恰是荣国府历来的痼疾。早在第45回里，一婆子就向黛玉坦诚，皆又是我的头家，如今园门关了，就该上场了。后来夜间当值者耍钱吃酒争斗的态势超出了主子能控制的范围，同时管理也更加懈怠。第71回里尤氏发现，尽管已过了时辰，园中正门与各处角门仍未关，尤氏好心代为干预，当值的2个婆子因尤氏是宁国府的人，管不了他们，便仍只顾分菜果，甚至还说出各家门另家户，你有本事排场你们那边人去，我们这边你们还早些呢之类的话，嫌尤氏多管闲事，气得尤氏的丫鬟大叫，这可反了。这件事涉及宁国府与荣国府的关系，也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争端，加剧了荣国府的矛盾冲突。